儿媳妇拔掉氧气管，害死了生命垂危的公爹。原来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段难以启齿、不可告人的事情。这位公爹究竟做了什么，才会被儿媳妇恨成这样，非要置他于死地呢？这件事情婆婆和丈夫知不知情呢？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还得先说说20年前的那件龌龊事儿。当时窦燕是一名实习医生，听说他们这一批实习生有名额留在这所大医院工作，他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留下来。内科主任张大冲是一位医术精湛、患者爱戴、风度翩翩的中年医生。有一天值夜班，窦燕被张大冲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小窦呀，家里都有什么人啊？张主任，我家里只有父母2个人，我是独生女。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老家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哦，那你想不想留在咱们医院工作，成为一名正式医生啊？窦燕心头一阵兴奋和紧张，强压着颤抖的心脏，不让他跳出嗓子眼儿，然后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说：想，当然想了，做梦都想。哈哈，有想法是好事，我观察了，你的工作表现很好，专业知识也不错。要说你是合格的，我完全可以推荐你留在咱们科室。院长是我的老同学，这些事儿他都是听我的。是吗？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张主任。哎，先别忙着说谢，我还没说完呢。但是呀，小窦你也知道，各方面条件人家小王应该说是比你更有优势，所以要从凭良心、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我还是应该推荐小王啊。听到这儿，窦燕心里这刚点燃的小火苗就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哧啦一下子就给灭了。哈哈哈，先别难过嘛，既然我找你来谈这件事情，就说明你有小王所没有的优势。说着话，张大冲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窦燕的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主任，我有什么优势啊？哈哈，你漂亮呀，你皮肤白，身材好呀。这时候张大冲忽然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脸淫笑，搂住了柔弱的窦燕。窦燕瞬间明白了张大冲的意图，一阵厌恶之心轰然而起。畜生！说着话，他奋力推开张大冲，转身向门外就跑，被张大冲一把揪住胳膊，又拽回了怀里。燕子，你好好想想，到底要不要有一个美好的前途？窦燕伸手正想给张大冲一记耳光呢，听了这句话，他的胳膊僵住了，手掌停在半空。窦燕想到了含辛茹苦的爹娘，一辈子土里刨食，勒紧裤带供自己上学，不就是想让女儿有个好前程吗？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回到老家的话，恐怕连县医院也进不了呢。转而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恋人马道来，俩人从高中开始恋爱，感情一直很好，这样做我对不起他呀。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之下，窦燕鬼使神差一般，半推半就，最终还是被张大冲给得逞了。张大冲果然也是说话算数，不久之后实习结束，窦燕顺利留在医院工作了。窦燕本以为只那一次就行了，她完全想错了。作为他的主任，每天工作在一起，张大冲不肯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只要一有时机，窦燕便会被他叫去欺负一番。而且这张大冲还有一个怪毛病，令窦燕觉得十分耻辱。窦燕想摆脱这样的日子，可又不甘心丢了来之不易的工作。后来她忽然就想到了一个报复的办法。窦燕先是坚决地向恋人马道来提出分手，然后主动接近在同一所医院急诊科工作的张大冲的儿子张小球。张小球爱上了窦燕，两个人要登记结婚了。张大冲十分反对，但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在办公室里，张大冲说：燕子，明天你就是我的儿媳妇了，我绝对不会再碰你一下，不过今晚你一定得答应我这最后一次。窦燕撇着嘴冷笑了一下，并没有拒绝。
9个半月之后，窦燕生下了一个女儿，乖巧可爱。产后大出血，医院血库里的血用完了还不够。当时给窦燕接生的医生是她的婆婆吕桂兰。吕桂兰情急之下让别人接手手术，自己给儿媳妇献血，这才保住了窦燕的性命。孩子办满月酒的时候，亲戚朋友全都说这孩子长得随爷爷。窦燕与张大冲心里都咯噔一下子。直到2年后，窦燕骗丈夫张小球说她头上有根白头发，要帮她揪下来，这才偷偷到鉴定中心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后，窦燕和张大冲都放心了，孩子是张小球的。但是经过这么一下子，窦燕就想到应该告发公爹张大冲了，因为他知道现在青云之上已经当了院长的张大冲可不只是祸害自己一个人，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的话，不知道要断送多少女孩子的幸福呢。于是窦燕准备好了材料，就打算破釜沉舟揭发张大冲。可巧不巧，正这时候婆婆生了一场重病，奄奄一息，眼看人就快不行了。病床上的吕桂兰拉着儿媳妇的手说：燕子，今天就咱娘俩在，妈我跟你说个秘密。窦燕一听，心里莫名其妙的一紧。妈，你还能有什么秘密？会没事的，全家人还等着你快点好起来，吃你做的菜，喝你煲的汤呢。妈这辈子最大的欣慰不是成为了什么妇产科名医，而是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为人正派，工作出色，儿子听话懂事，孝敬父母，最主要是我有个温柔贤惠又贴心的儿媳妇。在妈眼里，你比亲女儿还亲呢。所以呀，妈在临死之前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们爷俩啊。啰嗦了半天，窦燕越听着心里越打鼓，心想婆婆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呀？这是。最后吕桂兰才说出来，原来她存了几万块的私房钱要留给儿媳妇。燕子，妈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多心疼自己呀。说到这儿，婆媳俩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可能是吕桂兰命不该死，没过多久病情逐渐好转，居然痊愈出院了。窦燕就要把这笔钱还给婆婆，婆婆不要。燕子，现在国家放开2胎了，你们再生一个吧，俩孩子将来好有个伴儿。就这样，一方面忙着生2胎，另一方面也不忍心让婆婆因为认清公爹真实人品而伤心，窦燕就打算不揭发张大冲了。窦燕的2女儿出生3年之后，婆婆吕桂兰旧病复发，不久便去世了。伤心之余，窦燕心想，这回我没什么可顾忌的了，是时候揭发张大冲了。于是她准备好了材料要进行检举。可怎么那么巧，就在她要行动的头天晚上，张大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 抢救了2天，总算是活着出来了，转入普通病房。这天晚上，窦燕看着病床上的张大冲，往事浮现心头，他脑海里清晰地呈现出20年前被病床上这个人欺负的景象，一阵恶心和厌恶，窦燕忍不住就拔掉了氧气管，然后转身回了值班室。本想打个盹的，可怎么也睡不着。等心情平静一些之后，他忽然一激灵，呀，我刚才做了什么？张大冲虽然可恶，但罪不至死呀，我这不是杀人吗？想到这儿，窦燕冲出值班室，一阵风似的跑回病房，接好氧气管，然后赶忙查看。晚了，张大冲已经停止了呼吸。窦燕立刻组织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张大冲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窦燕投案自首，被判入狱。在服刑的时候，她拒绝一切探视，因为窦燕不想让丈夫和孩子知道她要杀害公爹的真实原因。忽然有一天，有一位大作家为了写一部犯罪题材的小说，通过批准到监狱采访一些女囚犯。当窦燕见到这位大作家的时候，她大吃一惊，竟然痛哭了起来。原来这个人是窦燕当年的恋人马道来。窦燕向马道来深鞠一躬，再次道歉，说出了隐藏心底多年的这个秘密。最后他就问道来，你一直恨我吧？现在你过得怎么样？孩子也不小了吧？马道来叹了口气说，哎，我一直没结婚，
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没想到能有今天。你当年遇到事情应该跟我商量的呀。不说了，这也不怪你，怪只怪咱们那会儿都太年轻了。几年后，窦燕因为表现良好提前出狱了。出狱后，她跟丈夫张小球和平分手，离了婚，然后打算与马道来共度余生。